有一次，我意外生了一场大病，住进了医院，没有人去照顾我，也没人关心探望。当我从医院出院后，我没告诉任何人，悄悄回到了家。我已经决定要面对一切，不能再逃避了。当我打开家门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几乎无法置信。我看到张凡成和小三正紧紧拥抱在床上，他们的身影如同刀子一般刺入了我的心。我感到一股无比的愤怒和绝望，我无法忍受这样的背叛。我大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，我的声音充满了痛苦和愤怒。张凡成、郑薇安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的声音充满了颤抖和愤怒，我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他们，他们的表情瞬间变得慌乱和尴尬，他们连忙离开了彼此的怀抱。张凡成试图解释，但我已经无法听进他的话，我的心已经被背叛和痛苦淹没。突然间，一阵暴风雨般的愤怒从我心底涌出，我毫不犹豫地向张凡成走去，他的眼神充满了恐惧，他知道他无法逃脱我的愤怒。你们两个贱人！我的声音充满了怒火和悲伤，我用尽全力向他们冲去。张凡成一把抓住了我，或许是想跟我破罐子破摔吧。我愤怒地打他，也伸手用力地抓住郑薇安的头发，拉扯的过程中，他把我推开，我失足从高处推下，我的身体无助地坠落，我感到一阵剧痛，然后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，思绪回到现实，我嘲笑着自己的懦弱，痛觉彷佛再次袭来，我紧紧抱着自己。当我沉浸在上一世的回忆中，一股难以名状的不安笼罩了我，我感到自己仿佛被黑暗吞噬，无法自拔地陷入其中。这时门铃突然响起，打断了我的思绪，这个时间了，会是谁？我有些惊讶地起身，走向门口，推开门，看到了一脸笑意的何景玉，手里还提着一袋食物。他看住我，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，然而他没有多问什么，只是微笑着说：嘿，我带了些吃的，要不要一起吃宵夜？我点点头，示意他进来。何景玉走进屋子，将食物摆在桌子上，然后拉开椅子，坐在我对面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感到一丝温暖。他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。我轻松地开玩笑说：怎么我心情不好，你就会刚好出现？何景玉笑了笑说：因为我在你脑海里装了感应器啊，你心情不好，我就会出现。我撇了撇嘴，半开玩笑地说：警察叔叔，我要报警，有人私闯民宅。我们一起坐下来，开始享用食物。我拿出一瓶红酒，斟满2杯，递给他一杯。他接过杯子，我们对住碰了一下，然后举杯示意前杯。我们一起喝酒，在喝酒的过程中，我们聊起了以前的趣事，回忆着我们年少时的美好时光。在何景玉的陪伴下，我的心情渐渐放松了下来，让我忘记了那些不开心。至少现在我并不孤单，好像遇到他之后，很久没有的温暖感觉又重回心头。我感激地看住何景玉，或许有他在我身边，我就能不再感到孤独和无助了。在我与何景玉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后，或许是看到我冷静了不少，他终于开口问起了刚才的事情。他温柔地问道：刚刚怎么了？你看起来有些不对劲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坦白告诉他，死亡时候的经历时常成为我的噩梦，困扰住我，每次想起都充满了痛苦和恐惧。我感到自己无助，甚至害怕。他听完我的描述后，突然抱住我，满脸心疼地看住我。我感受到他的拥抱，感受到他的温暖，心中有种莫名的安慰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才放开我，问起我的复仇计划。我毫不犹豫地向他倾诉了我的计划，描述了我对渣男和小三的报复。他听着，神情有些沉重，似乎对我的行动并不赞同，但他并没有阻止我。他突然问我：你幸福吗？我停下来，感到一丝突然的困惑。幸福？我该怎么回答呢？现在的我只想住复仇，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幸福。但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，幸福是我应该追求的目标。我努力压下心中的矛盾，微微一笑，轻声说道：我现在只想完成我的复仇计划，至于幸福，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何景玉点了点头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理解。他知道我需要的是时间和支持，他总是那么懂我。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步，一个让我完成复仇的时机到了。这是公司的新品发布会。虽然张凡成恶名昭彰，但能赚钱的事情哪有不来的道理？商人唯利是图，而且政商名流各有各的目的，
总之，这个聚会办得盛大而且华丽。在这场盛大的场合上，所有人盛装出席，但只有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舞台上的大屏幕开始播放影片，原本预定的欢迎嘉宾的影片，却突然切换成了渣男和小三的录音。这当然是我安排的。我站在舞台下方，我的心脏像是被重重锤住。这一切终于快要结束了，心跳很快很快。因为展现所有真相的时刻终于要来了。录音中，渣男和小三的声音清晰可辨，他们的对话充满了贪婪和欺骗，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真实面目。我假装极度震惊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我直直地走向渣男，沉重的巴掌落在了他的脸上。他被我的举动震惊了一下，然后是羞辱和愤怒。你让我觉得恶心，我用力地说道，我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痛楚。我们结束了。聚集在场的人们情绪激动，有人对我表示同情，有人则愤怒地谴责着渣男的行为。他站在那里，像一个被众人唾弃的罪犯，无助而又悲惨。而就在这时，警方突然出现，他们手持住证件，准备将渣男带离现场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警方带走，心中充满了满足和解脱。我的复仇计划终于达到了目的，正义得到了伸张。还有那些你欠我的钱，我等住你出来还我。我冷冷地对他说道，他则是一副无助的表情，无法回应我的话语。在场的人群中一片沉默，他们看住渣男被警方带走。这场盛大的场合变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闹剧，或许还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谈，但我不关心这些。我只是快步地离开了那里。我终于能够告别过去的阴影，终于可以摆脱以前懦弱的我所造成的错误。而郑维安在知道张凡成公司出问题后，二话不说就甩了他，富二代也成为了他唯一的选择。正当他幻想靠着富二代享受荣华富贵时，命运的铁拳却无情地给了他一记重击。当他得知富二代已经结婚并且有一个坚决的妻子时，他的世界仿佛坍塌了。富二代的妻子并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，他没有丝毫手软地将郑维安告上了法院，而这一切也成了新闻上的热门话题，扩散到了全城。就在此时，郑维安和张凡成之间的录音也再度浮现，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。不需要我推波助澜，事情已经开始自行燃烧。媒体对郑维安的举动进行了狠狠的抨击，他任职的公司也因此被迫面对这个丑陋的风波。最终，郑维安因为他的恶行而遭到公司开除，他的名誉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这或许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了吧。他所遭受的恶果，正是他自己种下的恶因所致。在众人的唾骂声中，无论法官的判决如何，他一辈子都会活在舆论之下。网暴虽然不好，不过我也不想同情他，而这一切也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一大堆文件摆在桌上，而张凡成公司的状况更是让人头痛不已。我身为最大股东，不得不亲自解决这些烂摊子，除了改善公司的营运状况，还要整顿公司的风气，这一切都让我忙得不可开交。辞去原本的工作后，我努力学习如何当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尽管困难重重，但我不会轻易放弃。这就是我选择的新生活，一个充满挑战的新开始。正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何景玉的来电。我心中不禁一动，他应该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吧。我接起了电话，他问道：你有空吗？我仿佛感受到了新生活的气息在呼唤住我，我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我回答道：现在还没有空，要等我下班了。没事，我等你，下班见。隔着电话都还能听出他微微的笑意。我知道这只是新生活的开始，而和景玉的出现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勇气。虽然现在的我无心追求爱情，但如果是他的话，或许可以期待一下吧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